高达 GQ-UU-UU-UU-X， 据说叫 Quax 啊，前不久刚刚播出。我记得在预告片刚放送的时候，大家就对机设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嫌长得太像 EV 的，看起来怪怪的；有说单看机设看出来是高达的，也有人懒得给出任何理由，就是觉得丑的。然而呢，随着影片的播出，各种模型评测的出现，再加上第二批货被回收的消息 ，HG Quax 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原定价2000日元，人民币5算约为100人民币的 HG Quax， 现在闲鱼价格都已经来到200多了。就算是预定呢，也要140起步。如果说它有第二批货被回收的因素在，那前不久刚播出的《复仇的安魂曲》高达 EX 也是因为顶着一张美式的高达脸，被不少人说是丑。结果呢 ，HG 一出，大家又纷纷真香起来，到现在价格也依然保持在140元左右。你说这是为什么呢？这高达究竟是有什么魔法，能让自己的新机体永远有人买单呢？咱们就不说那些奇奇怪怪的反派机体或者是杂兵机体了啊，单说不断出现的新主角机，其实在审美方面都出现了极大的改变。早年间的主角机，从0079一直到高达 C 的，基本都是大和元邦男老师设计的，或者是大和元邦男风格的。而这种高达的设计思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达味儿。要说这期间的风格有一定差异的，大概就是 Zeta 高达和岛 A 高达了。Zeta 高达的整体风格和过往机体其实还是比较搭的，而且由于它是最早的可变形主角机，因此大家对它的外形风格改变也是有一定预期的。最大的改变呢，就是取消了面部的雪铁龙，并变得有些细长了。不过在高达 Zeta 那个机设群魔乱舞的时代， Zeta 高达已经算是比较保守风格的高达了。再加上机设本身也确实非常出色，它的人气也是老 UC 系里边名列前茅的。而岛 A 就没那么简单了，它的机设是由美国科幻设计大师席德·米德设计的。由于岛 A 这部动画是面向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市场推出的，能欣赏岛 A 的美的观众，我印象中岛 A 高达口碑真正的回暖是在前些年模型圈不断扩大的时候，一些 UP 主在做模型评测时，向大家展示了 MG 岛 A 的精心设计，以及科普岛 A 背后的设计理念以后，以 MG 岛 A 为主的岛 A 高达审美才真正的被更多人所接受。这就是典型的模型设计带动审美的代表。随后重头戏来了，那就是高达00。如果说让我选出第一部让观众对高达的审美能够摆脱以往大和元邦男为代表的风格的作品，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高达00。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不信啊，在00这部剧刚播出的时候，我清楚的记得相当多的人都不太喜欢它的机设，觉得未来科技风太浓郁了。说起来也挺有趣的是吧？高达明明是一部科幻机甲作品，但过往的机设呢却没有那么科幻。这主要是由于老一代的机设设计师们往往会以现代机械学为基础来设计科幻机甲，再加上高达系列的时间线实际上大多都在距今不远的时代，因此机设也不会那么异想天开，这也是高达系列机设最成功的地方。但00就不同了，它不再强调传统的机械传动理念，而是围绕太阳炉和 GN 粒子创造了一整套机体设计语言，遍布于全身的 GN 粒子传送带以及 GN 电容器，从视觉上带给老高达粉们一种全新的体验。尤其是上手制作过模型以后，那些透明的电容外壳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精妙感。而真正让我对00机设有所改观的，其实是剧中的表现，尤其是能天使第一次爆3红的时候，极高的移动速度与能天使精干的身形十分匹配。而00高达第一次登场时，激昂的音乐搭配上刹那充满中二属性的发言，在经历过第一季结尾的消沉以后，这种感觉真的是令人相当心情澎湃。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的00高达在我眼中充满了一种强度美，而之后推出的各种附加装备以及外传机体，则是在原有的独特审美之下，增加了更能让路人粉喜欢的设计要素。自此之后，很多作品都采用了类似的机设风格。同设计师的 AGE 自然不用多说， G 复国和水星的魔女，我个人感觉整体都是有点00的影子的，不知大家是否也这么认为呢？而这几年来，甚至连不少国模厂商也会致敬00，具体是哪些呢？相信弹幕会有人补充我就不多说了。下面重头戏来了，高达铁血，它可以说是开创了邪魅系高达机设的先河。当年公布巴巴托斯机设时，也同样遭受了很多老粉丝的嘲讽，说哎呀，这玩意儿连腰部装甲都没有，还上战场战斗，简直太儿戏了。再加上巴巴托斯长着一张反派脸，还拿着钉锤这样的冷兵器战斗，那真的是怎么看怎么怪。结果铁血一开播，抗光束涂层普及的时代背景，以72魔神为参考的取名方式，再加上杀伐果断的男主角3日月，让之前一切对机设的吐槽都有了相对合理的解释。至于那看起来弱不禁风的腰嘛，
由于其做成模型以后非常适合涂装，且可玩性高，因此呢也渐渐成为一代审美标杆。有的国产厂商甚至是靠着这套骨架发家的，你就说有多受欢迎吧。更重要的是，在经历过00系列和铁血系列的尝试以后，万代在高达机设方面的选择面也是越来越广了。听取老玩家传统审美的声音固然重要，但在各系列产品之间做出差异化，更是一个 IP 能够存活下去并不断吸纳不同类型新人的关键钥匙。因此我们会发现，最近的高达作品机设越来越剑走偏锋。就拿复仇的安魂曲来说，它的机设在刚公布时，很多人直呼这也太欧美化了吧，这高达怎么跟长了个硫酸脸一样，身上的装甲还一坨一坨的，跟去健身房练过腱子肉一样，忒丑了吧。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剧中的高达 EX 它就是像个瘟神一样，一路撵着疾风沙，把白色恶魔这个称号诠释得无比到位。再加上模型方面，由于有着与过往完全不同的装甲覆盖方式，因此 HG 高达 EX 所带来的拼装体验还是非常独特的，这也使得模型一度变得非常抢手。包括最新出的 Quax 也是一样，虽然乍一看EVA味十足，但作为一个高达拼装产品，它独特的机械结构以及身上特别的细节设计所带来的视觉感受，都让玩惯了过往全覆盖式装甲的老粉丝们有了一种全新的拼装体验，而对机体的审美也随着剧中的剧情表现以及优秀的玩具设计而悄然改变了。而这才是万代最大的杀招。单论机体帅气程度以及拼装的巧妙设计，市面上或许总能找到一些在个别地方强于万代的模型，但万代给你带来的可不只是一个模型玩具那么单薄的东西，而是从剧情演出到审美新鲜度方面的全方位体验，这才是它在拼装模型业界能成为龙头老大的根本。目前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撼动，不知你是否认同这个观点呢？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为什么高达动画中光束的颜色都不一样？这个问题经常拼高达模型小伙伴肯定熟悉，买个几十个高达模型，各种颜色的光束筷子你就能有一堆了。这时候有人好奇了，按理说一个系列中的武器技术不应该是相同的吗？为啥高达剧中的光束武器颜色会有这么多？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问题吧。先说一个最现实的，就是万代有时候对待这玩意儿也不怎么上心，尤其是早期产品的设计部门，那是能凑合给你弄出个形状就行，你也就别纠结什么颜色对不对了。等到后面玩家开始讲究起来了，万代才基本会按照原作中的设定来配备光束军刀的颜色。到了剧中呢，就要分系列了。咱们还是拿看的人比较多的 UC、SID、00、御三家来说00的话大体可以分为3种，一种是非真人粒子系的等离子武器，主要用于近战，原理与高达 C 的光束军刀类似，也是打火机原理，靠喷射出的等离子体来进行热切割。这个时候肯定有人问了那这打火机是怎么跟实体刀互隔的呀？00的等离子刀大多数时候都是等离子体包裹在实体件之上使用的，所以是能互隔的。而 GN 粒子武器则是根据炉子的型号分为尾炉粒子的红色 GN 粒子武器以及太阳炉的绿色 GN 粒子武器。至于00中出现的尾炉和太阳炉武器有什么区别，这个就要等以后做视频再细说吧。对了，还有一个黄金大便的那个金色粒子来着，这个我实在找不到靠谱的资料就当是大便哥的逼格吧。下面来说说 SID 中的光束武器颜色也算是相对比较统一的，基本上就3种，一种是通用武器方面，光束枪一般是绿色，按照设定来说呢，也是高热等离子体。近战的话，除了圣盾等个别机体，基本都是粉色系的。另一种呢是磁轨炮，这个其实是实弹武器不过由于作画的问题，有时候看起来像光束炮。最后一种是红白夹心炮，而红白夹心炮又分成3种，一种是自由身上那种等离子加农炮，就是能量很高的光束武器，有多高呢？一般电池机基本上开上2炮就没电了，懂了吧？另一种是圣盾身上那种傅列卫相能量炮，它虽然看起来和等离子加农炮很像，但原理呢是将多个小光束炮口排列好以后一起发射所组成的一种高能光束炮。最后一种是战舰上搭载的阳电子炮，也就是大天使号上的罗安格林以及密涅瓦上的唐怀瑟。之所以这些武器会是红白夹心，是于射击后炮口附近会产生感应电离，相对高能的粒子会排在外侧，相对低能的会在内侧，就形成了夹心炮的样子。总之这玩意儿说头就挺多的，还是等以后有机会再细说吧。最后就是最复杂的 UC 了，它复杂到你根本找不到通用规律，主要也是动画制作周期拉得太长，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想法，才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要说相对比较算是规律的，那就是联邦这边是以粉色、青白色等颜色为主，而吉翁那边则是一水的黄色。按照 Mega 粒子的设定来说，应该就是越接近黄色，代表能量越高。也就是说早期联邦的 MS 用光束武器出力应该是比后来的吉翁要低一些的。1年战争以后，由于阿纳海姆的掺和，导致各个阵
阵营的光束武器啊就更乱了，突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UC 100年以后的 F91和 V 高达就又是另一番风景了。反正想总结出规律啊，实在是有点难了。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些光束武器啊，其实是很难用肉眼看见，或者说是肉眼看见都是一个颜色。之所以被弄成5颜6色的，是因为驾驶舱的画面是 AI 绘制而成的，为了方便驾驶员识别光束武器的来源是友军还是敌军，才给他们染了不同的颜色。说实话哈，我觉得这个说法用来原设定啊刚刚好，也不用承认什么设定冲突或者作画失误 ，AI 干的就完事儿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哪部高达系列作品最适合咱们穿越？首先排除 UC 系，原因很简单，想在 UC 纪元混得好，就算你运气无敌，投胎到主角身上，那最后又有几个好果子吃的？极端点的有死了的，有消失了的，有疯了的；正常点的，也就是找个地方隐居起来，有的还得赔上个胳膊腿啥的。想要在这个世界功成名就，翻身农奴做主人，那你是想多了。而且本次话题咱们主要讨论的也是从一个普通士兵做起，当个默默无闻的摸鱼驾驶员，那恭喜你。如果你是联邦驾驶员，那大概率就会在1年战争期间喜提铁球一个，并成为你永远的小盒。如果你是吉翁驾驶员，吉翁亦无可用之兵这句话的起因，就是由无数个你的阵亡所造就的了。那既然 UC 宇宙这么残酷，咱们看看非 UC 系有没有搞头吧。高达武斗传说好听了是开高达，说难听了就是去比武去了，而且机体受伤了你也得跟着一起疼，反正我是怕疼啊，直接 pass。高达 W 你打高达如刮痧不说，后面还要被 AI 直接淘汰，主打的就是走个过场，不如直接进场去打螺丝去。高达 X 咱就不说当杂鱼要被月光炮顺便给扫了吧，就高达 X 一上来，这个殖民卫星掉下来的数量，这地球的日子啊，真就不是咱们这些在幸福时代生活过的人受得了的了。免了，岛 A 与 X 同理过。高达 C 的终究是仿照 UC 世界观做的，跟 UC 也是差不多。你是自然人驾驶员啊，基本就是被突着命；你是调整者，战场上碰到某些变态，你唯一的选择啊，也就是直接扔枪。而且各种超级武器也是层出不穷，想活下去都挺困难的。高达00，你将体验 W 中遇到的刮痧困境，以及 C 的中遇到的被割草的命。而且00里的大人物啊，都喜欢来不来就从后边开地图炮卖小兵呢。基本上在这个宇宙当杂兵是体验最差的了。高达 AGE， 这番讲的是啥来着？铁血的孤儿，有一种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那种感觉。基本上啊，没投胎到贵族家里边，那就跟当奴隶差不多。就算投到贵族家里边，也是的命。说到这儿，大家知道我要提哪部番了吧？嘿嘿，魔女不得了，少了些冲突，没有了战场，大家都磕 CP， 齐夸校长领导，尤其是决斗乐子更是天下难找。UC 比较乱套，平城全是废土， CE 都成炮灰，犀利灰都没了，Age 没人惦记，孤儿更是潦草。纵观各大纪元，风景这边更好，谢谢。嘿嘿嘿。请问屏幕前的各位，有没有谁能说出一款从外观上能吸引大多数路人粉，分解量和细节呢又能满足各种挑剔的胶佬，模型可动与把玩手感极佳的同时，给熊孩子玩还不会掉价，而且拼装过程呢又能让您体验到各种花样，还不会让拼装小白拼不下去，甚至能手把手提高他们的拼装水平？来，请把他们的公屏打到名字上。嘿嘿，汗流浃背了吧，各位胶佬？只不过啊，相信聪明的小伙伴通过我前面视频的配图，已经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吧？虽然估计看到这个视频的不少人啊，可能在别的大 UP 这儿已经看过他的评测了，但你先别急，这条视频所讲解的内容，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都是独一份的啊。那么接下来啊，就来让我给大家来介绍这款由爱因塔出品的今年最火的国模天幕吧。咱们先来看看外观，这也是本款模型争议比较大的地方啊。这头，这躯干，这小臂，这小圈圈，这侧裙甲，这小揪揪，这小腿甲，这背包，这浮游炮。总体来说啊，确实是在确切的说啊，是它小说版本的某魔改版的基础上，缝合了大量其他机体的元素而来的。但同样是把几块布拼一起，该怎么缝的好看，怎么缝的自然，这个确实就是看裁缝的手艺了。就眼前这台天幕来说，我觉得啊，无论是各个结构的设计风格，还是整体的配色方案，都是相当协调的。就连这个很多人看不惯的
这变幻魔法的头，其实啊，我觉得更像是夸张处理后的神官的那种感觉。如果结合爆甲后背包上展开的这一块有点羽毛翅膀感觉的结构，其实整体看下来啊，就是那种天使神官的感觉。我个人反正觉得还是挺带感的，而且这个整体外形对路人的杀伤力啊，那真是相当高的。因为这款模型颇具当年 JK 改件蓬勃发展时期的魏武遗风，就算是现在，要是有谁自己做出一套类似风格的 GK 出来，放到社交账号上一显摆，那他顿时啊就会收到类似“兄弟做一套多少钱”的回复。而现在这款模型的出现，使得就算是不会做 GK 的路人都能速组出来这样的效果，真的不得不感叹一句：时代变了啊，焦老。这时可能有人好奇了，这玩意儿1100多个板件，还要贴蚀刻片啥的，这是一般路人能完成的吗？那这就不得不说说这款模型那诚意足到爆表的说明书了。首先说这说明书的厚度啊，在拼装模型里边那就已经是异端般的存在了。再翻开第一页，一上来就给萌新们一个开幕雷击，这将是一场艰巨的挑战。然后呢，简单阐述一下这款模型的设计理念以及做完后你会收获什么。萌新看了会对工作量以及要收获的成就感会有个预期，老逼灯们看了更是会微微一笑，今天我就是要占个爽。然后呢，就是各种产品展示、工具清单、符号说明以及一些拼装的说明。这里还要顺便提嘴一张小纸条，上面列举了金属件和塑料件的优缺点，而且说的呀非常详细，甚至新人可以通过这个了解一下哪些零件可以喷涂，哪些零件不可以。最后呢，还怕有些人懒得看太多字，还贴心做了一个小结，这哪是做产品说明书啊，这简直就像是一个青年在细心的教一个老人该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啊。而且除了这些相对初级的技巧，由于安装时呢有些零件会比较难安，说明书上还会详细的给你画出各种示意图、各种安装小技巧以及各种保护板件的技巧。最后他还会教你如何摆各种相对复杂的姿势，而且呢他还真未必只是面对新手的，像我这样的老逼灯，由于过度自信没有仔细看说明书上的小提示，结果啊还真不小心把零件给整坏了。所以说这说明书上早就不是说明书那么简单了，这就是一本拼装模型的教科书啊。一个萌新要是跟着他把这款模型拼完，对模型的拼装了解一定会迅速上升到另一个高度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本说明书这么厚，它居然没有一处是有错误的，这在一众新生国模厂商中啊，简直就是鹤立鸡群的存在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啊，也是咱们被一些国模厂商给霍霍了。按理说啊，说明书这玩意儿，只要工作人员跟着拼一遍，就肯定能发现那些愚蠢的错误的。而如果在咱们玩家这里看到了，那说好听了就是相信咱们的水平，自己会解决的；说难听了就是态度屌差。更可悲的是，我们居然把这种态度当成了常态，不过这里也要说一个缺点啊，就是虽然说明书上有说像这类水口啊需要用笔刀来削，但这样的水口一两个还好，后面各种在小凹口里的、在凹弧面上的小零件修起来真的是太心累了呀。笔刀刮不到位就不平整，刮深了就缺肉。虽然说能理解，很多这种水口都是板件留到排版时不得已而为之，但希望以后还是尽量再得以一点吧。或者是说，这就是设计者给咱们设计出来练手的，反正前面教过你们咋解决了，你们自己多练吧。下面咱们再来看看可动，其实详细的可动介绍，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得够多了。我这里呢就随便找几个关键部位给大家展示一下，而且我就拿出这个蹲姿图和这个正踢腿图，相信大家就明白这玩意儿的可动是有多恐怖了吧。这要是放到万代那边，高低的印封面上面，旁边配个究极的可动，然后当成模型的唯一卖点了。紧实度也是相当可以的，像我这拍视频经常会为了摆各种姿势而多次摆动关键关节，碰到有的模型啊可能一上来挺紧的，但其实玩几次就松了的，一般啊也都会被我发现。而这款天幕的关节把持力度啊确实是设计者用心了的，整个视频拍下来关节还是相当的紧实，而且我拍完了以后呢，还特意把模型丢给我4岁多的儿子玩了玩。要知道啊，检验一个模型到底适不适合把玩，你就让熊孩子玩一下，看看掉了多少零件就知道了。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啊，我儿子玩了10来分钟，另是一个件都没掉，这一点确实是相当可以的。不过虽然我儿子没能掉，但在我拍摄的时候，后衣领这里、胸部包裹透明件的这里，以及掀起肩部盖板这里，我是有能掉过的。咦，难道说我比我儿子还凶？另外啊，这里我还需要说一些小问题，一个是小臂这里
非常典型的老 UC 手臂设计，那就是螃蟹臂。其实就像海牛啊，到了 RG 产品线重新设计以后，都会在小臂增加一个旋转关节，让其能够在正面展示手臂外甲的同时，还能告别螃蟹臂。而天幕可能是为了保证小臂的整体外观吧，没有做这个设计，我个人感觉是有点可惜的。一个是胯部这里，由于模型太重了，比一般的 MR 魂都重啊，导致大腿根啊会有一点虚位，胯部拉开的越大，虚位会越明显。不过这也没办法，毕竟本体这么重，已经算是达到塑料材质的承受极限了。而且一般这玩意儿都是摆站姿的，那就不会有什么虚位了。还有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啊，是比较难受的问题，那就是这个个别水口的位置，比如说像肩膀这里、肘关节这里，还有肩胛连接处这里，大家可能看的不明显，我都是拿马克笔涂了下的。原本的话是那种特别白的那种水口，打磨都很难打磨掉的，就感觉这些位置的水口啊，其实明明稍微往边上偏一点儿，就能被外甲盖住的。尤其是像这个肩胛的连接件，经常拼万代模型的小伙伴啊，应该也都熟悉。这个零件水口基本会开在底下，就算开在两侧的话，这个零件呢也能够藏到肩胛之中。而这款天幕呢，不但开在了外露的边缘上，并且由于肩胛双面啊都有骨架细节，想藏水口还真是藏不进去，只能露在外面，这是真的挺难受的。最后再说说玩法吧。首先呢是这玩意儿的武器标配了一对光束军刀，不过看光束特效件，这还是高出力的光束军刀，摆造型效果其实是挺不错的。另一个呢就是安装在背包尾部的光束炮了。是的，这个看起来特别像剑的玩意儿，居然是光束炮，而且呢还只能当光束炮，手柄不能旋转成剑柄。但是啊，就算不能旋转，但我只要摆出这个造型，就能让神圣的卡拉连接着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另外本体部分呢也是有一些联动结构的，比如手臂的液压杆，比如腿部弯曲后露出的丰富的内构细节，不用涂装就能有这个效果，真的相当可以了啊。而胸部的驾驶舱展开结构也是挺特别的，简单来说呢，就是打开后视野会特别的开阔，某个一言不合就开舱门的驾驶员狂喜。还有就是本体的抱甲结构了，大体的思路和大家常见的抱甲结构相似，而背包上呢也是有一定的展开设计的，基本都集中在翅膀顶部以及连接浮游炮的位置上面，全部展开以后，这个造型一摆，配合上模型接近 PG 级别的体积，还是相当镇宅的。而这款模型的底台呢也不简单，这细节做个涂装，再配上点冰人，那就是活脱脱一个制作精良的场景啊！而且底部呢还可以将所有的配件一并收纳，好评啊！最后使用连接杆将所有的浮游炮都摆上，华丽度直接拉满。只不过拔浮游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上面那个透明件啊，像我手部这么厚的装甲都被击穿了，真挺疼的。好了，以上就是这款由爱因塔出品的天幕模型介绍了。总的来说呢，虽然存在一些小问题，但从模型整体的观感上、板件量上、拼装体验上、把玩手感上、玩法设计上，都是可以让绝大多数胶老，也包括萌新啊，感到满意的。我也是从这厚厚的说明书中呢，看到了厂商满满的诚意。咱们出来做产品，产品质量可以通过一次次迭代不断提高，而对消费者的尊重才是现如今最难能可贵的珍宝。希望爱因塔能够不忘初心，让国模越做越精彩。